朋友们，2023年又是手游大逃杀的一年。去年有很多新游戏上线，也有很多老游戏停服。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那些永远定格在2023年的手游。经过我的统计，2023年共有超过75款的游戏停服，其中光蛾子就占了20多款。其次是网易和小破站。不得不说啊，左右分票名不虚传。我虽然说游戏没你们出的多，但是我停服游戏已经可以和你们并驾齐驱了呢。当然，因为时长的关系，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。这次我们主要说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。按照停服的时间来说，第一款奇门之上，2023年1月16号停服，上线时间2021年4月28日，最终寿命628天，是蛾子家的一个独立制作团队制作一款2次元国风特色手游。刚上架的时候，玩家呢还是普遍好评的，但是后来因为玩法枯燥呢，就没有什么人玩了。毕竟小团队制作的东西都没有更多宣传的资源，所以呢就导致了玩家越来越少。毕竟在大厂游戏那么多，竞争呢又非常激烈，要不就一鸣惊人，要不被当成炮灰。第二款炉石传说，停服时间23年1月24日，上线时间2014年4月17日，经过了长达8年多的运营啊，停服了。原因呢，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啊，就是因为网易跟暴雪分手了。但是听说好像又要旧情复燃了，当然咱不知道是真是假，只能说受伤的最终还是玩家。真的就是当初是你要分开，当初是你要分开，分开就分开，如今又要用真爱把我哄回来。网易，你能不能有点脾气，不要让我看不起你，好吧？第三款《玄中记》，停服时间2023年2月10号，上线时间2022年2月18号。你再坚持几天，你就1年了呀！就跟它的名字一样，记了。这款游戏咱们之前已经鞭尸过好几次了，游戏质量一坨大便，好死。第四款《胡桃日记》，停服时间2023年2月15号，上线时间2021年的4月16号。游戏类型呢属于养成游戏。18年七濑胡桃的表情包火了之后，由腾讯引进的一款 IP 授权手游。这款游戏主要停服的原因还是因为没啥氪金点。宣布停服的时候也有很多玩家惋惜，但也没有办法，因为人家还是腾讯。但是听说制作人又出来打算自己干了，所以还是有可能和大家再见的。第五款叔叔家的游戏《爆裂魔女》于这个2023年5月30日停服，上线时间2021年10月15日。这款游戏呢是由 B 站独家代理的一款射击游戏，玩法呢有点类似于雷霆战机，但后期着实有点数值膨胀了。自愿大部分的游戏玩的时间长了，数值都会一定程度上的膨胀，但是作为策划是需要抑制的，只要不抑制这个数值膨胀，它其实是会把整个游戏的寿命直接榨干的。如果说卡片淘汰的速度过快，那玩家会觉得我充了钱，那有什么意义呢？作为一个射击游戏，你这个数字更是明眼上就能感觉到的。所以我觉得这款游戏不到2年就关服，策划肯定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。第六款妖狐小红娘于2023年的6月16号停服，上线时间呢是19年的10月31号。妖狐小红娘这个 IP 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，毕竟呢也属于国漫的大 IP。那我们之前也经常说了， IP 改编游戏是什么呢？是一个巴掌里边9个都是垃圾。这款游戏呢它也是属于这9个这一类的，所以呢停服那也是理所当然了。而且今年啊腾讯停了一大批的 IP 改编的游戏，除了妖狐小红娘之外，还有一拳超人、妖精的尾巴、噬魂。除了一拳超人之外，其他基本上运营时间都是3、4年的这种老游戏了。关服的原因也只有一个，就是流水不行，骗不到氪，然后就被砍掉了。毕竟对于厂商来说， IP 粉丝就是用来割的，割不到钱了，我还开这游戏干啥呀？停服算了。お前はもう死んでいる。何？上半年的游戏呢，大概就这些了。然后我们来说一下下半年，更是重量级呀。那么下半年都有哪些游戏停服呢？上来就是2023年最快停服的一款游戏，没错，它就是西山居的《笔界》。别的游戏起码上线了之后运营了一段时间，它这款游戏是什么？付费特都已经结束了，版号也已经拿到了，本来准备上线呢，结果不上了，发了条公告，我不干了。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，东风也来了，版号拿到了，谈成了。唉，真是人生无常，大肠包小肠。停服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就是当时西山居它有2个选择，要不笔界，要不城派禁区。他选择了城派禁区。那如果我们按照事后诸葛亮的眼光来看的话，如果没有把笔界砍掉，而是和城派禁区一起上线，那还真说不准这2个谁的热度更高。接下来的这几款基本上就集中在12月了。首先，周末阵线于23年的12月11号正式停服，上线时间是22年5月。游戏的题材属于机甲2次元，可惜就是夹带私货。项目停服了之后呢，评论区。那这款游戏它到底做了什么呢？大家自己去搜吧，我也不多做解释了。反正内测期间整出来了不少幺蛾子，包括那个神那个测挺罕见的。对此我也只能用一个词来评价了，好死。然后呢，就是西山居的双生世界于12月21号正式停服。这款游戏呢是叔叔代理的一款美少女射击养成游戏，作为19年出来的一款游戏，除了刚开服的时候出了一些节奏之外，后续的运营还是蛮稳定的，基本上没出现过太大的问题。只能说停服还是蛮可惜的，但是也没有办法啊，毕竟这款游戏的流水实在是太低了。其
其次呢，就是俄子的诺亚之心了，于12月26号正式停服。上线时间是22年的4月。这款游戏的来头啊可真不小，由祖龙开发、腾讯代理的一款开放世界游戏，据说研发已经超过了4年，当时的宣发成本也是非常的高啊。听说对这款游戏非常重视，但是实际出来的品质是什么样，玩过的朋友都知道啊。说它是一坨，毫不为过，要游戏性没游戏性，要建模没建模。你说你这4年都干啥了？你这开发的时间比你上线的时间都长啊！这种游戏停服啊，真的是完全在意料之中。下一款奥特曼集结于12月31号正式停服。有的朋友就想了，奥特曼集结那不是在22年只有1天寿命的那款游戏吗？它怎么又卷土重来了呀？哎，没错，它又诈尸了，并且还活了将近1年的时间。这款游戏纯纯就是垃圾中的战斗机，就是来割韭菜的。IP 是牛逼的，游戏是傻逼的，自动寻路，自动打怪，充多少钱送你一个什么什么样奥特曼，充点小钱，充点小钱，充点小钱。不愧是中手游，看来1年时间小朋友的韭菜没割到啊，好死！下一个解神者，人称解牛者，于2024年1月份停服。这款游戏也是经历了很多的节奏，甚至呢被纯爱党和牛头人一起抵制，可见这个剧情有多么逆天了。但是抛开剧情不谈，画面和玩法还是可以的，但没有办法，团队的管理能力啊实在是太差了，选择了让外行人去做游戏，最后也只能落成一个这样的下场。当然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服务器到期了，3年之期已至，游戏停服。最后一款非匿名指令于今年的2月份正式停服。这款游戏啊，我还记得上线的时候那声势叫个浩大呀，小破站的开屏广告、滚动展示页面全都是这款游戏啊。但是时隔1年多就要停服了，说出点心里的低气呀。那说回游戏也着实没啥亮点，例会倒是不错，但建模跟例会那属于是各玩各的，完全不一样。尤其是那建模整的跟那个精神小伙似的。当然不排除有的人可能就喜欢这种画风，我个人感觉这款游戏的画风跟57还是蛮像的，但是剧情又不如57，整的就是哪方面都不是很突出。要我说现在这个年代总得占一样吧，不然大家玩你的理由是啥呀？如果全部中规中矩，那肯定是要被市场淘汰的。OK， 以上呢就是我们盘点的2023年官服的几款游戏，有说到的，有没说到的，不知道大家觉得哪款游戏官服最可惜？可以在评论区里边讨论一下。当然，2023年虽然说停服了很多游戏，但是呢，依然有很多运营了好几年的老游戏依然陪我们至今啊，堪称2游中的狗命王。下期呢，我们可以讲一下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提前关注一波。既然都看到这儿了，也不妨给本期视频点个赞。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。